这儿吗？是这儿。船呢？不是2点吗？在那儿！提前出海了，追！ 啊，派人去那边。是。发现铁六码头，马上去捕。是。小翟，去那边。是。小心啊，注意安全。速度再快点！速度再加快！ 这是他们3艘船的 GPS 定位。再过一会儿到空海，抓捕就困难。你把船开到它后面，我们从后面上去。 来啦！叶老师，没想到吧？人算不如天算，不管你隐藏的有多深，我都能把你给揪出来。铁力啊，自打你返回江东那一天起，你就一步一步在实行你的复仇计划了吧？是的。 你说的没错，怎么还想着要富贵一生呢？没这个机会了，把他绑起来，走。铁力，你要干什么？返航回去，让他接受审判。你疯了吗？你想在监狱里待上一辈子吗？从我犯法的那天开始。 我就没想过要逃避法律的制裁。班长，铁树教是活着，绝不想看到你现在这副样子。正就是正，邪就是邪。他虽然是我父亲，但我也要做我自己。铁力，铁力，我宰了你了！ 开枪！打死我！给个痛快的！
开枪啊！马公安，你可不能杀了他。马立雪，你不想为你的女儿和你老婆报仇吗？终究开枪打死我！他老婆真漂亮，身材真好，皮肤也白，为她报仇！来，开枪！开枪！打死我！啊！马立雄，接着！站住！拿刀！不要！报告局长，我们的海监船已经追上嫌疑船只，现在嫌疑船只处于被截停状态。好，带回嫌疑船只。这个拥抱能让我感觉到，你还拿我当成朋友。我现在这个样子，让你很失望吧？是的，甚至有很多遗憾。但是这个友情，在我心里，至少不愿相忘。你已经不需要我这种朋友了。需要。我需要你做污点证人。执掌叶龙恩。对。如果我不答应了，因为我已经报了仇了。你现在的所谓报仇，救不了你。我希望你能答应，就像在那个关键时刻，你调转航向。你要干什么？返航回去，让他接受审判。你疯了吗？想在监狱里待上一辈子吗？从我犯法的那天开始，我就没想过要逃避法律的制裁。我会请当事人事无巨细，
把案发的经过全部告诉我，您会如实告诉我吗？我觉得呢，你还是去看起诉书的内容吧。我要求无罪辩护。蓝和培的尸体和汽车都一同打捞上来了。哦，跟我有什么关系吗？我期待的是庭审。奇怪嘛，法律上面的问题啊，我比你懂。如果你不给我做无罪辩护，你为什么上庭啊？因为我是一个优秀的律师，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您辩护。这也是我唯一能为您做的事。好啊，你不是常说胜利即是正义？我现在相信，正义即是胜利。你知道爸爸最喜欢什么吗？对于我们这些深知法律弱点的人，法律才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叶老师还好吗？你现在还愿意叫他为老师？当然，一个人只有经过了正当的、公正的法庭审理，才能确认有罪。在此之前，从法理还是从情理，我都应该继续称他为老师。我申请做他的辩护律师。我知道，我是他的公诉人。他应该没想到，他的女儿会和他最喜欢的学生，有一天为了他庭审抗辩。他同意你这么做吗？他是怕你有舆论非议。这种情况下，作为女儿，做他的辩护律师，在舆论上难免会对你不公平。在法庭上，我是律师，不是他的女儿。舆论说什么，我不在乎。这也是我唯一能为他做的事情。高健，不枉不纵，让我们公平地决胜法庭吧。好。江东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被告人叶龙恩，男，1950年6月3日出生，江东夏林镇人，因涉嫌集资诈骗罪、故意杀人罪、滥用职权罪，于2017年10月被江东市公安局刑事拘留。
叶龙恩2002年至2012年担任江东市副市长一职，任职期间与江东集团、华正集团私下多有来往，并掌握世华集团的经营管理。审判长，起诉书宣读完毕。被告人叶龙恩，你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和认定的罪名有意见吗？审判长，身份认定没有异议，但公诉人说我犯有集资诈骗罪、故意杀人罪和滥用职权罪，这是无稽之谈。我希望法院公正合理的按照我国的法律程序对我进行审判。完了，现在开始举证质证。首先，请公诉人针对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叶龙恩犯集资诈骗罪的事实，向法庭出示证据。审判长，针对叶龙恩集资诈骗人民币10亿元的犯罪事实，公诉人将按指控犯罪、证明犯罪的要求，将证据分组向法庭出示。首先，向法庭出示第一组证据，证明被告人叶龙恩伙同江东商业银行行长蓝和培创建世华公司，以稀有金属矿为由，吸收巨额公众存款并据为己有的事实。具体包括：一、王建国举报的案卷卷宗；二、媒体记者从世华集团内部获取并递交司法机关的部分世华集团账目资料；三、世华集团董事长邱炳森的证言录音；四、被告叶龙恩出入境记录。被告人叶龙恩，你对这组数据有意见吗？没有。辩护人呢？除了第4份证据能证明与我的当事人有关联之外，目前看不出其他证据与本案或者与我的当事人有任何关联。公诉人继续举证。公诉人申请证人铁力出庭作证。证人坐。证人铁力，你因为什么被抓？故意杀人，另外还有集资诈骗。你所参与的非法集资诈骗案，是否还有其他主要责任人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有。证人坐。证人铁力，你因为什么被抓？故意杀人，另外还有集资诈骗。你所参与的非法集资诈骗案，是否还有其他主要责任人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有。为什么这么说？我从国外回来以后，就加入了世华。在经营世华集团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个集资活动表面上是邱炳森和蓝和培一手策划的，但实际上他们的幕后一直有人指点这一切。你是怎么发现的？在蓝和培杀孟可卿后，我赶到了现场。当时蓝和培很慌乱，他说他要给他的老板打电话寻求帮助。这么晚了，什么事儿？我杀人了！混蛋！老板，你快出！祸水东引，嫁祸邱炳森。这个老板是谁？就是我一直以来尊敬的老师，庭上的被告叶龙恩。肃静。审判长，公诉人没有问题了。辩护人还有要询问的吗？有，证人铁力，
你说你当时就听出了这个声音是我的当事人，是吗？不是。也就是说，你当时在现场接听了电话，那你为什么不报警呢？因为我想查清楚世华集团的幕后主使，我担心当时报案的话会打草惊蛇。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为了查清楚内幕，所以包庇了一桩杀人案？审判长，辩护人的问题与本案无关。审判长，如果证人包庇了一桩杀人案，那辩护方有理由怀疑证人证言的真实度。好，我可以仔细回答你这个问题。世华集团经营的是矿产项目，实体矿又在国外，矿物生产经营不断的话，就必须得有主要负责人在现场盯着。可是蓝和培在经营世华集团的过程中，一直未曾离开过江东去往国外。我曾经问过蓝和培，矿物生产现场由谁在负责？他的回答是：你不该问的就不要多问。因此我推断，世华集团的幕后一定还有其他人在参与。其次，世华的经营所得70%要交给蓝和培。世华集团的董事长邱炳森被公安局经侦处调查之后，曾经请示蓝和培，要求转移资金，可与此同时，他的个人转账账户被他的秘书米兰达窃取，交给了江东电视台的记者。我因为获知信息及时，赶到了那个记者家里，拿走了那个 U 盘。是这个 U 盘吗？是的。审判长，公安人员对 U 盘中的信息进行了提取。信息显示，大额资金通过邱炳森的账号，分别向香港的20个账号转移资金。表面上看，像是业务资金流转，但是，当我们追查账号所属人时，发现，其中一家名为海力发的公司法人代表，是一位叫苏敏的女士。苏敏是蓝和培的太太，这家海力发公司是接受邱炳森转账最多的一家，并且在长达5个月的资金账目上，海力发只是单纯接受资金，在业务上和世华没有任何往来。我们提请香港有关部门配合调查后，发现海力发在接受世华资金后，第一时间都将大笔钱财转去了海外的海森岛。钱转到这个岛上，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海森是被告人叶龙恩当年的笔名。其次，我们从叶龙恩驾驶的游艇上获得了一本他的护照。这本护照隶属海外，护照上的照片正是叶龙恩本人。我们通过国际查询，得知海森岛归这本护照的主人所有。钱是转到海森的名下了吗？据我们查实，收款方是一家矿业开发公司，而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是一位35岁的华裔女性，和叶龙恩虽然没有正式注册登记结婚，却共同育有一子。审判长，这个问题我想解释一下。当时因为我副市长的身份，经常去海外进行考察，接待我们的就是一位女子，就是这个矿业公司的法人代表。由于我们经常接触，日久生情，我确实和她育有一子，这也都是事实。但是蓝和培为什么把钱通过香港寄到这个岛上，我不清楚。世华集团搞非法集资，我也不知道。
辩护人，申请提问。准许。证人铁力，从卷宗看，你对我的当事人有过暴力行为，为什么？他想要潜逃，我要将他带回来，接受法律的制裁。证人铁力，你没有证据证明我的当事人当时是要潜逃。我问你，你为什么会知道我的当事人要出海？我一直在追查世华集团的幕后主使，通过码头游艇俱乐部，我查到了他的出海信息。那请问证人，我的当事人出海之前，你有没有机会阻止他？证人请回答，我的当事人在出海之前，你有没有机会阻止他？有。那你为什么一定要等到我的当事人出海之后，才以暴力阻止他呢？在确认叶隆恩就是世华集团幕后主使的同时，我因为被警方通缉，因此不具备公开阻止叶隆恩的条件。但与此同时，我还是把我收集到的证据以快递的方式间接提供给了公安机关。我的问题问完了。被告人有问题问证人。有，请问证人，那一天你带一个陌生人上了我的游艇，想杀害我替你父亲报仇，确有其事吧？证人铁力，有没有这回事？有。肃静。审判长，我没有问题了。证人铁力退庭。公诉方是否还有证据出示？有。公安机关关于10月13日海上缉捕叶隆恩的时候，在他驾驶的游艇内舱缴获巨额现金1068万元，请问这些钱是你的吗？不是。那为什么会出现在你的船上？我要出海海钓，租了一条游艇。至于游艇藏了那么多钱，我不知道。你上船之前有没有检查船只？没有检查。这是一份银行凭证和数张的连号纸币，这是江东中路街支行出具的预约取款凭证，凭证写得清清楚楚，你于10月12日下午支取200万现金，也就是这张图片里的钱，其中有1万块钱的连号纸币被混在缴获的1068万元现金当中。那只能说那1万元是我的呀。也不能说1068万元都是我的呀。被告人，你对刚才出示的证据以及证人所做的证言有什么意见？这些证据证言只能作为外围证据，不能作为证据，只能说明这个事情的组织者出了问题。邱炳森因为非法集资已经被抓了，这件事跟我毫无关系。本次开庭暂时到此。
按理说，我们现在不该见面。那我们不说案件，就聊聊上学时候的事儿。突然想回来看一看。还记得以前你们是怎么喝酒的吗？我记得有一次，为了庆祝凯文被经管系的女生表白，大半夜的，你们全都跑到操场上喝酒撒酒疯。你当时还摔了一跤。没错，你当时就是个疯丫头，说什么都要闯到我们男生宿舍，要给我包扎伤口，吓得我们都不敢开门。我有那么可怕吗？你还记得你第一次见到我爸的情形吗？当然记得。入学第一天，老师为新生致欢迎词，告诉我们，身为律法之人，当有理想，有志向，有热情，做中国司法的守护人，将来无论是做律师还是做检察官，都需谨记，相互敦促，相互监督，推动国家司法完善，法在肩头，责无旁贷。那时候你和凯文老去家里跟我爸请教，看着你们谈笑风生，那么激烈的辩论，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喜欢上法律的。妈。怎么了，妈？没事没事。怎么了？哎呀，我就是想给双双洗个头。赶紧把衣服换了吧，这都湿了，我去给她洗。哎，不行！哎呀，双双要学会与人相处。我最近啊看了一本书，是写关于中学生心理的书。那书上说吧，小孩子啊一旦遇到变故，容易产生自我抑郁的心理。我们要不及时疏导，会容易产生自闭倾向。哦，你放心吧，我能行啊。双双，双双，双双，奶奶知道你很害怕，可怜的孩子啊，奶奶之前对你不好，奶奶很后悔。双双能不能给奶奶一次机会啊？双双真乖，奶奶帮你洗头好不好？好。记得这个吗？记得。这是当时为了庆祝我考上政法大学，你送我的第一件礼物。对，当时我记得你还觉得它样子不好看，不肯要。对啊，后来我才发现，这个录音笔里，你录下了你的笔记，还有很多的资料。我当时好开心。再后
后来，在他的帮助下，我通过了大大小小的考试。如果不是他，我成为不了一名律师。你自己也很努力。我再怎么努力，我也不是你爱的人。其实我知道，感情的事情是相互的，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喜欢，或者说习惯了，就这么不远不近地陪在你的身边。这些年，看着你谈恋爱、结婚，再分手，单身，他一直陪在我的身边，让我觉得这样的日子特别踏实。我每年生日的时候，都会一遍一遍的听你在里面的声音。看，奶奶给你洗的多香香啊！待会儿奶奶给你把头吹了，你好好的睡个觉啊。你看，双双啊，奶奶没骗你吧？咱们把头发洗得干干净净的，香香的。待会儿啊，奶奶给你吹干之后，咱们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啊！今天的觉睡得肯定特别的好，双双真乖。可是今天，我想把它还给你。为什么？为什么要还给我？因为以后一切都会不一样，你和我之间再也不可能像现在一样。所以，今天、此时、此刻、此地，我想让它就这么结束。他对我很珍贵。再见。睡了，累了吧，妈？没事儿，坐嘛。没想到你能对双双有这么大的耐心。哎呀，看到他，我就想起你小的时候，你刚来这个家的时候，比他还小呢，才9岁，谁都不让碰。可是慢慢的，这人心啊都是肉长的，小孩子啊最知道谁对他好的。后来呀，你对我就不抵触了。辛苦你了，妈。不辛苦，妈愿意。我相信双双啊，她会感受到我对她的好。慢慢的，她觉得身边的人对她都是善意的，她就会恢复。慢慢的，她就会学着与人相处了。我相信她会的。哎，不过这孩子也是受了罪的。
哎，都瘦了好多。不过你放心，这段时间我慢慢给他调理，好好给他补补。你放心好了。嗯，我给你按按摩。哎，真舒服。今天我的师哥高健送了我这支录音笔，庆祝我考上了政法大学。他说希望用这支录音笔记录我的人生轨迹。其实我知道他根本就是抠，舍不得花大价钱买礼物，却还说得这么冠冕堂皇。你要是不喜欢就还给我吧。没门儿！认识我这么久就送我这么一件礼物，还想要再要回去，还有没有点大师哥的样子啦？就叶龙恩故意杀人案、集资诈骗案，我们现在继续开庭。下面，公诉人针对起诉书指控的叶龙恩故意杀人罪的事实，向法庭出示证据。这是被害人蓝和培的车辆。公安部门找到这辆车的时候，被害人的尸体已经高度腐化，但是对皮下血管的检测以及 DNA 提取，可以判定死者正是江东商业银行行长蓝和培。死者死前曾服过氰化物，导致中毒死亡。大家从监控截图中可以看到，两张图片的时间相距10分钟。据公安部门实地勘查以及检察院复核勘查确认，这条路只通向一个地方，那就是
蓝河大坝。比起每一个侧影，你怎么就能证明是我呢？我们从被害人的车上找到了这部手机。据被害人家属称，这部手机不是被害人所属。通过技术手段，我们查明这部手机机主是黄淑珍。被告人叶龙恩过世的太太全名黄淑珍，由时间和遗留证物加上此前世华事件的关联，我们推定叶龙恩涉嫌谋杀蓝和培。公诉人，即便这个手机号码的机主是黄淑珍，也不能认定这个号码的使用人就是我的当事人叶龙恩。审判长，我申请证人铁力再次出庭。准许传证人铁力出庭。证人铁力，你是否曾经送过一张电话卡给公安刑侦队？有。什么时候？在刑侦队，马立行队长他的妻子林平被杀的第3天。为什么要记这张电话卡？这张电话卡是我父亲铁荣光生前使用过的。电话卡里有3个号码，一个是马刀，他曾是我父亲的保镖；一个是蓝和培，他是江东商业银行的行长；还有一个叫黄淑珍。我无法确认黄淑珍的真实身份，因此我把这张电话卡寄给了公安局。蓝和培和铁荣光的手机中都出现了同一个号码，号码持有者都是黄淑珍。证人铁力，你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之下把这张电话卡寄给刑警大队的？在被警方全程缉捕的时候。你在被通缉的时候寄出了这张电话卡，是为了脱身，对吧？是希望公安局能够通过这张电话卡查清幕后主使。那你拨打过黄淑珍的这个电话号码吗？打过，一直是无法接通。既然是无法接通，你怎么能证明你知道谁是这个电话号码的使用者呢？我只查到了机主叫黄淑珍，是个女的。你认识这个黄淑珍吗？不认识，但是我后来知道她已经死了。你怎么知道她死了？因为我看到了她的墓碑。对，就是这个墓碑。你知道在江东市有多少个名叫黄淑珍的女人吗？这个电话号码为江东市第一批手机号码，在江东市查询中，叫这个名字的女人有51名。根据户籍调查，去世的只有1个。证人，你一直强调说这个电话号码的使用者是我的当事人，那么我请问你，你有亲眼见到过我的当事人还有邱炳森以及还没有去世的蓝和培见面吗？没有，但是我另有情况要说明。请说明。我父亲去世之后，我返回了江东，我找到了马刀。我被警方通缉之后，有人给他打过电话，让他给马立新添点麻烦。喂，马刀啊，你呀，不用管我是谁。现在公安正在全力抓捕你的少主人。
你要想保护他呢，就听我的安排。马立行有个软肋，他有个女儿在康复医院。我们通过码头游艇俱乐部确认，给马刀打电话的人就是叶鲁恩，而我在蓝和培杀孟可卿后，清晰地听到了叶隆恩的指示，他指示蓝和培祸水东引，嫁祸邱炳森，所以我断定叶隆恩是系列杀人和世华公司非法集资的幕后操盘人。审判长，证人说的话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能证明，所以不能成为定案的证据。公诉人以上出示的证据，没有一项证据能够直接证明我的当事人实施了对他人杀害的行为，与本案并无关联。辩护人提请合议庭不予采信。公诉人还有证据向法庭出示吗？有，我将向法庭出示大数据截取信息。为了把这些信息与本案的事实联系起来，公诉人申请证人马立行出庭。证人马立行，请问你现在的工作和职务？江东市公安局刑警支队队长，叶隆恩集资诈骗案故意杀人案专案组组长。尹大利、周游、郎和培被杀案，你是否参与侦查、组织与指挥？是的。屏幕上的大数据信息，是你亲自组织研究的？是的。我们仔细梳理了以上几宗案件和案发的时空信息，以大数据为佐证，锁定了叶隆恩的犯罪逻辑和电子信息，形成了证据链。2002年，时任江东市副市长的叶隆恩主抓城市建设和科研，在此期间结识了铁荣光。铁荣光曾多次贿赂叶隆恩，助其出国考察。当然，叶隆恩也投桃报李，在建设政策上对江通集团的铁荣光有大量的倾斜，助其成为江东市最为成功的企业家，也为自己完成了财富积累。在我们对龙山大桥取证之前，叶隆恩默许铁荣光提前引爆，炸毁重建，这导致龙山大桥在建设期间所有涉嫌犯罪的证据毁于一旦。叶隆恩这么做，表面上是在帮着铁荣光脱罪，而实际目的呢，是卸磨杀驴。16年前，铁荣光与尹大利因为款项问题发生争执，400万连本带利都在车里头，有钱？你看看去啊！老秦，你最爱开玩笑了，你呀你呀！啊！铁荣光用斧子杀害了尹大利，而叶隆恩全程为铁荣光做脱罪的策划。老板，我把尹大利给杀了，尸体怎么办？你把人交给我，我帮你处理，不要慌。知道了，我知道了。尹大利有个马仔，叫周游，找到他，将他消失。
大哥，小弟做错了什么？你就是真说我改。改什么改？该吃吃，该喝喝，只要听话就行了。大哥，您要我做什么呀？什么都不要做。你那系鞋带子里啊，全都是钱。拿着钱离开江东，可什么都不要说。记住了？大哥，您是什么人呢？而周游也被叶隆恩保护了16年。他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控制铁荣光。但发达之后的铁荣光，就像一匹脱了缰的野马，无法驾驭。又因为谋杀马月月案和龙山大桥的商业受贿案件，怕牵扯到自己，他就丢弃了铁荣光。对，老板。铁荣光的发布会看了吗？看了，很得意。铁荣光这么做是脱了轨，他要撇开我们独立运行，这绝对不行。我让你做的事，我准备好了吗？让和铁荣光素有矛盾的丁红取而代之。他指示周游买通了2名社会男女，假冒情侣，故意挑衅铁力，引发打架斗殴事件。这2张卡里，每张卡里有10万块钱。你们的任务就是去酒吧那间停车场，见到这个人后，假扮夫妻打架，打得越狠越好。记着，一定要逼他出手，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同时指示周游向公安机关举报16年前铁荣光谋杀尹大力的藏尸地点，使我们把侦破方向指向了铁荣光。这对打架斗殴的男女本来打算拿着钱离开江东，但不久之前，该男子因为赌博再次被捕，在公安机关的审问下，说出了犯罪的真相。是这个人吗？对，就是他。他给了我们俩1人10万块钱，让我们扮成夫妻，去找一个叫铁力的人，去跟他打架。但遗憾的是，周游已经死了。周游的死因是什么？周游的死因是甲醇中毒。我们在周游家中的酒瓶内发现了大量的有毒物质。但遗憾的是，周游已经死了。周游的死因是什么？周游的死因是甲醇中毒。我们在周游家中的酒瓶内发现了大量的有毒物质，又检查了叶隆恩的私人电脑，这些有毒物质的购买者就是叶隆恩。铁荣光自首之后被判了死缓，叶隆恩以防万一，就利用和铁荣光有矛盾的丁红，以铁力的人身安全做威胁，迫使铁荣光在狱中停药病故。丁红被杀案件和被告存在何种关系？按道理来讲，铁荣光病故，周游暴亡，叶隆恩应该已经完成了计划，但铁力返回了江东，并向公安机关举报了丁红的儿子丁天故意谋杀案的罪证。丁天被判死刑，丁红救子心切，求助于叶隆恩，遭到了拒绝。恼羞成怒的丁红
就用犯罪真相威胁叶龙恩。叶龙恩为求自保，只得利用复仇心切的铁力之手，杀害了丁红。丁天是我的命根子，他要出了事儿，咱们就同归于尽。这个人不能留了，铁力或许能帮上忙。叶龙恩一直在暗中监视着铁力，掌握了铁力杀害丁红的证据。并把这些证据以匿名信的方式寄给了公安局。杀害丁红的幕后黑手就是叶龙恩，而蓝和培是他和铁力之间的联系人。肃静！证人马立行，蓝和培的死跟被告存在何种关联？铁荣光和丁红相继死亡，知道真相的人只有蓝和培。蓝和培本来是叶龙恩最信任的人，但蓝和培因为情感问题失手杀害了情人孟可卿。叶龙恩怕牵扯到自己，就一不做二不休，毒死了蓝和培，又把蓝和培的尸体和相关证据沉入了海中。开庭前不久，我们找到了蓝和培的尸体。蓝和培死于氰化钾中毒。你为什么认为蓝和培的死是叶龙恩所为？综合大数据，我们推断出叶龙恩参与了每一起案件，尤其是蓝和培被杀案，同时具备作案动机和作案可能性的没有被告人叶龙恩。被告人叶龙恩，请遵守法庭秩序。报告审判长，我能不能问证人几个问题啊？准许。你呀，说的真精彩。按照你的逻辑呢，我叶龙恩是十恶不赦。证据呢？大数据串联起来的信息和你的犯罪逻辑以及犯罪路线相吻合，就可以形成证据。请不要玩文字游戏了。数据不是证据。想用间接证据定案，必须排除合理的怀疑。请问你们是如何排除蓝和培发现自己的事情暴露以后，服毒驾车冲向海里，双料自杀身亡的呢？蓝和培自杀不具备思想基础。那呀，只是你没有发现，不是确定无疑呀。马警官，你在案发现场发现了我的痕迹了吗？没有。但通过大数据，我们对物流公司雇员进行了询问，叶龙恩购买的氰化物与蓝和培身上提取出来的成分一致。马队长，也就是说，你刚才根据大数据做的一个分析，证据链并不完整。这几个案子当中，本身没有必然的关联性。有一件事是这几个案件的核心，
2002年，江东大学地质系林教授向叶副市长呈报了一个有关有色金属开发勘测的科研成果。在海外有一座无人岛，岛上有大量的有色金属，储量非常丰富，没有任何归属权。叶副市长当时就批示启动了这个项目，但后来林教授因病去世，这个项目也就被终止了。但林教授关于有色金属所有的科研成果都落在了叶龙恩的手中。这个项目很重要，目前感觉我的身体状况无法向领导诉求，就交给你向省里汇报了。林教授，这个项目的事你就放心吧。也就在同时，叶龙恩提拔了蓝和培作为江东市商业银行行长，又把江东市大部分城市建设承包给了江东集团的铁荣光，他们3人组成了利益团体，叶龙恩就是这个团体的老大。老大，从今以后，我跟何培俩在前面冲锋陷阵，你就在后面运筹帷幄。老铁啊，我们一起敬老大。老大，敬你。哎。自此之后，江东集团每一个项目的项目款都由江东市商业银行贷款，而江东集团利润的30%也以还款和利息的方式返还给蓝和培。蓝和培又利用工作之便，把这些款项转向了海外。经调查，叶龙恩在海外已经娶妻生子，用这些赃款购买了这座无人岛，并取名海森岛。为了拉拢蓝和培，叶龙恩让出了海岛的一部分产权。铁荣光和丁红死后，叶龙恩也失去了经济上的支持，就和蓝和培共同策划了集资诈骗案，并把大部分非法所得的款项用同样的方式经过香港转到了海外。马队长，转往海外的资金并不在我的名下。沈班长，他们都是用推理来质疑一个曾经为江东做过贡献的前任副市长，是不是太不严肃了？公诉人是否还有其他证据出示？公诉人是否还有其他证据出示？如果没有的话，本庭宣布。等等。沈班长，公诉人申请再出示2份新的证据。这2份证据可以证明，大数据中的背影就是叶龙恩本人。沈班长，
公诉人有证据突袭的嫌疑。这2份证据关乎一个人的私人感情，如果贸然出示，可能会让这个人一生内疚和伤痛。所以，审判长，我申请将其中的1份证据照片先行给被告人观看。准许。举报，他这么举报不是把高介往火坑里推吗？不是，这谁写的？我也不知道，匿名的。老板，邱炳森被抓了，现在警察到处找，您得想办法救啊！后辈，你慌什么？我不是慌，孟可卿被我杀了，这件事情迟早会东窗事发的，再加上世华非法集资的事，这样一来，我就完了。我不想坐牢。孟可卿的死不是有邱炳森挡着呢吗？只要你咬得住，就不会有什么事儿。我跟了您20多年，一直在您鞍前马后。我只希望您能帮我想一个办法。程大使者必须得稳得住。我们在老地方见个面儿。兄弟，这手续都给你办妥了，正道是出不去了。到美国去避一避，那边会有人接你。谢谢大哥。大哥，这次世华出了这么大的事情，责任都在我，是我没把控住全局。不会牵连到您吧？不会的，你就放心吧。只要你出去，我就没事了。记住，到了美国，不要抛头露面。钱呢，我会尽快的给你打过去。谢谢大哥。
今天咱也只能这么简单的一别了。咱俩喝点家乡的酒吧。就算是告别了。一路顺风，保重，保重。第二份证据是一支录音笔。我想把它还给你。为什么要还给我？因为以后一切都会不一样。你和我之间再也不可能像现在一样，所以今天此时此刻此地，我想让它就这么结束。它对我很珍贵。孟可辛的死，不是有邱炳森等着呢吗？只要你咬得住，就不会有什么事儿。成大使者要稳得住啊！老地方咱们见个面，聊聊下一步怎么办。公安局已经盯上你了，要小心呐。
公诉人播放录音文件。请公诉人播放录音文件。等等，高健，你赢了，赢得让我心服口服啊！我真没想到。你会用我最在意的人逼我就范，我为有你这样的好学生感到高兴。我向法庭郑重地认罪。肃静。郎和培是我杀的，从16年前到现在为止，只要关乎境外海森岛的案件，我都在参与。审判长，我想在最后问一个问题。准许。林平是你指使马道杀害的吗？是。审判长，我的问题问完了。你还是来看我来了，知道我为什么没有让高健当庭放录音吗？我知道，录音是我交给高健的。我今天来，不是请求您的原谅，我做了我认为对的事情。对与错，是与非，黑和白的辨认，做人的原则，对法律公正的维护，这些都是我从小您教导我的，但我从未想过，我最爱的父亲有一天会站在了法律的对立面。我今天不是律师，我只是您的女儿，我就想问您，您做的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
好吧，那我也跟你说点心里话。我呀，是个凡人，自然呢，就免不了疾俗。我从一个农民的儿子到穷学生，还有过曾经那么一段的仕途，都伴随着我充实的梦想，那就是为叶家积攒一份基业，其他的都是虚无。你的爷爷辛勤劳作，穷其一生也没有攒下3亩薄田。他死的时候，他望着我不甘的眼神，就是我实现梦想的动力。正好又有这么一个机会，天欲夫取，反受其咎。各位先祖，生本有血性的男人，废弃奋斗的主张，你明白吗？我不明白。告慰先祖，留一份基业。爸，这些对我和子瑶来说，才是真正的虚无。可在您决定往那条路上走的时候，就在那一刻，您已经把我和子瑶远远地抛下了，甚至您也抛下了他们。爸，这一切的一切，值得吗？我的内心呢，也永远无法理解。不管你爱也好，恨也罢，我们只能在这一世做父女了。你走吧，我要去见你爷爷了。谢谢。好久不见，最近好吗？听管教说，
今天我要是不见你，你就不走了。见我干什么呀？我放心不下你。搞清楚人物关系，我们俩是仇家。你觉得我们俩有必要坐在一起说话吗？对不起，我为我爸爸做的所有的事情，跟你说一声对不起。你的一句对不起，我能出去吗？我爸他能活吗？还是这所有发生的事情可以当成没有发生过？不能吧？那么你这声对不起有什么用？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残忍？哎呀，每个人都希望别人能够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说话做事，但是我对你做不到。我知道你一直都在夸我爸爸。打住！你父亲逼死了我父亲，同样我也亲手让他伏了法，让他判了死刑，所以扯平了，我没有怪罪的意思。那既然扯平了，你为什么还要对我这么残酷呢？啊？那我应该怎么对你？自从我回到江东，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跟你说，我们之间已经没有爱情了。你所谓的那些为我牺牲了骄傲也好，自尊心也好，对我来说那不是感动，是负担。铁烈，我求求你，能不能理解那是你的事情？我今天之所以肯见你，是想告诉你一件事儿：对你们叶家，我不想再有任何瓜葛，也请你以后不要再来烦我，听明白了吗？谢谢。铁烈，你等一下，我还没把话说完呢。铁烈，等我把话说完啊！铁烈，你等等。我知道你在躲着我。铁烈，我会等你出来的。铁烈，你听见了吗？我知道你现在是在躲着我，但是我会一直等着你的。你不是说了吗？只要我们俩不分开，你是不会离开我的。铁烈，你听我说呀，铁烈，你放心，我会一直在外面等着你，不管10年、20年，我会一直等着你的。江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采纳了江东市人民检察院的公诉意见及量刑建议后，对被告人叶龙恩以故意杀人罪、集资诈骗罪等多项罪名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被告人铁力以故意杀人罪、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被告人邱炳森等人及与世华非法集资案有关的人员，都得到了应有的惩处。
在我心里有一个人，很久很久都没有给他写过信了。记得上次写信还是上小学的时候，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的工作愈加繁忙。他是一位一丝不苟的检察官，还是很多人眼里的鬼见愁。爸爸穿上制服的时候很威武，我能想象到他站在法庭上和律师唇枪舌剑的样子。但他也是个普通人，作为一个检察官，他有他的责任和使命，法庭就是他的战场。我能想象出来，爸爸在公诉席上义正辞严、慷慨陈词地指控犯罪的样子。爸爸表面上很冷漠，但我知道他的内心其实很关心我。他总想以朋友的身份来跟我交流，但往往却弄得很尴尬。小柔阿姨告诉我，有这样一种人，他们把珍贵的时光献给了法律文书，献给了加班，献给了法庭。法律会保障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但绝不会给你推卸责任的机会。所以你在法庭上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对之后的刑法都会产生影响。究竟应该以何种态度来对待今天的庭审？我希望你好好想清楚。就比如，如果法庭判处你最后死刑，但在执行前有人把你杀害了，我同样会指控他为故意杀人罪。因为非经法律允许的程序，任何组织、任何个人都无权利去缩短他人的生命周期，哪怕只有1秒。曾经，我不能理解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他的检察官事业上，放在每个他经手的案件中，点点滴滴，事无巨细。现在，我终于明白，他一直以这样的态度，用公正与公平维护着国家法律的尊严，扫除罪恶，弘扬正义，守护善良。这一刻，爸爸就是我心目中的超级英雄。我为能有这样的爸爸而感到骄傲。